毒鸦，你确定在这种连信号都成问题的地方，有世界蛇的相关人士需要你为他配送一部手机？你自己研究吧。这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如果你是问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它确实就是一部手机，交给普通快递员也能配送。怎么，你还想拆开来检查一下？的确是一部普通的手机，电磁场的感应丝毫没有奇怪之处。盒子我可以赔你一个。我已经不是世界蛇的成员了，应该不用特别遵守世界蛇的规矩吧？说实话，我现在能理解柯斯摩的心情了。不过牙医，事先说好，我也是有职业操守的。既然你承认了自己不再是世界蛇的一员，那我也不会再和你多说些什么了。可你看上去，也不排斥让我知道某些线索。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咱们两个冤家路窄，过去几个月莫名其妙就混熟了吧。牙医，还是告诉你吧，其实圣痕计划可以说已经完成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和原理，但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，恐怕就是圣痕计划的收尾工作了。老实说，在被这么告知时，我也很吃惊，表情就和现在的你一样。这太奇怪了，在天穹石之后，世界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新的大规模实验。我以为凯文只是准备开始行动而已。这就是我们视线的盲区了。盲区？怎么，是胡狼放弃人体实验了，还是灰蛇打算投身慈善行业？是雨兔。雨兔？你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对吧？但也仅此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也好不了多少。根据灰蛇的说法，在胡狼进行尝试的同时，雨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，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，重排圣痕计划的执行蓝图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现在整个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。所以，他究竟做了什么？百闻不如一见，你待会儿就会明白的。他在做什么？等候入梦。入梦？对，字面意思的做梦。通过世界蛇的技术，他可以随时随地进入自己的梦境。可是，这和圣痕计划又有什么关系？别急，你很快就能看到了。这是他的梦境和圣痕空间融为了一体。雨兔告诉我的说法，你是律者，或许可以自己验证一下真伪。验证？你刚才不就验证过我交给他的那部手机吗？我是雷之律者，不是石之律者。是吗？可如果你不跟上来，
那我就要先走一步了。你不是想要跟踪我吗？这扇门能持续存在10分钟左右，想跟上来的话，请随意。另外，原地的善后工作就拜托你了。无论如何，停滞不前没有意义。世界蛇，让我看看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吧。